正就要你人头落地。哎，千万不可，手下留情啊！此人杀害我好姐妹王昭燕，血债血偿是江湖的规矩。姑娘，长安城乃天子脚下，王法之地，岂可滥用私刑？哎，狄仁杰，你来的正好啊！方才的事情你都看到了吧？啊，晚上刚刚正好在案发现场的旁边的酒馆喝酒，目睹了这一切。啊，那真是太好了。蒋少卿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汴州判佐狄仁杰，此人智慧过人，我相信他一定能查出王昭燕的死因。下官参见蒋少卿。你就是凭机智斩杀萧朝天的狄仁杰？嗯，好。既然严大人极力推荐，本少卿也乐得旁边轻松。狄大人，请吧。狄仁杰，那王昭燕究竟是谁害死的？不知道，但我却可以证明，裘一帆不是杀害王昭燕的凶手。不过，严大人，您真的希望我这么做吗？为受害者洗冤，不是你一直坚持做的事吗？好，仁杰就来证明裘一帆不是杀害王昭燕的凶手，为受害者洗冤。请给裘一帆松绑。这位姑娘，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裘一帆无路可逃，你还是先把他放了吧。裘兄，我早就说过我是来送贺礼的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狄仁杰，你真的可以证明王昭燕不是我杀的？当然可以。谋杀呢是需要有动机的。天威堂的招牌虽然是百年金漆，但是近2年来接连失窃了几批贵重货物，使他的生意一落千丈。相反，王昭燕的大哥王浩德贵为大理寺少卿，深得皇上的信任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所以裘一帆可以靠着这门亲事扶贫妻贵，根本没有杀死王昭燕的理由。你说是也不是啊？你不回答也可以。墨云，喝酒去吧。狄仁杰，等一下。没错，天威堂的生意的确不如从前，所以王昭燕就是我裘一帆用来生金丹的补剂，我根本就没有杀他的动机。严大人，看来你所托非人了。狄仁杰，你只需要证明裘一帆5时以后没有去过王昭燕家中下毒就可以了。这个容易啊，这证据不就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吗？王裘两家在京城的相交遍天下，今日两家联姻，京城的大小商铺为了一尽情谊，便从大清早就开始燃放鞭炮。无论是大街小巷，还是王裘两家的门前街道，都铺满了厚厚的鞭炮碎屑。所以，谁曾在大街上走动，到过王昭燕的家毒杀王昭燕，谁的鞋底必定沾满了鞭炮碎屑。不信的话，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鞋底。快去！果然如此。既然裘一帆从来没有离开过天威堂，那他的鞋底必定没有沾上鞭炮碎屑。裘兄，抬起你的左脚，给大家看看。
狄仁杰，一帆之前和我们一起到天威堂的门口等候王昭燕的花轿，他的鞋底沾了鞭炮的碎屑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对，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。但也有可能是到王家下毒时在街道上沾上的。哦，也有可能啊。狄仁杰，你再想想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我没有杀人？啊，我正在想，正在想。等等，虽然我不能证实裘一帆没有到过王昭燕的家毒杀王昭燕，但我却可以证实他午时之后身在何处。裘一帆，抬起你的右脚，给大家看一看吧。墨雨，你的鼻子最灵，闻一闻，告诉大家这是什么？我是你的书童，又不是你的小狗，为什么要嗅人家鞋底啊？这是马粪，我在这里都能闻得到，看着湿润的程度，还是新鲜的马粪。天威堂后院有个马厩，想必裘堂主刚刚去过那边吧？当然去过，这不就是喂马的草料吗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裘一帆在午时的前后，王昭燕的喜轿未到达天威堂之前，他就一直身在马厩之内，是也不是？是。你肯定？我肯定。午时之后，我一直待在马厩，没离开过，一直到未出吉时，我才返回天威堂。所以，我根本不可能到他家去杀人。那你待在马厩整整1个时辰干什么？你不回答我的问题，又怎么可能摆脱嫌疑呢？你是不是在马厩约了人？是。女人？你别闹了好不好？如果不是女人，你的衣衫上为什么会有胭脂的痕迹？这不是胭脂，这是水痕。这不是水痕，这是泪印。女人伏在男人的身上哭，胭脂沾到了衣衫上，被泪水所化，便变成了泪印。一帆，你别抛弃我。一个男人在成亲的前夕，会面对3种女人的眼泪。第一便是慈母欣慰的眼泪，第二是未过门的妻子欢喜的眼泪，第3便是旧情人伤心的眼泪。既然裘兄的父母早亡，妻子未过门便死了，所以这泪痕，应该就是你旧情人所留下的吧？一帆，大婚之日你私会旧情人，你太不应该了。严大人请息怒。试问江湖中人，谁没有点风流韵事？这也难怪裘兄了。没错，我是在马厩私会我的旧情人。可是严大人，我是为了维护他的名节，才没有说出实情的。好，裘兄果然是重情重义之人，人家差点哭出来了。狄仁杰，既然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，是不是现在就能证明我不是凶手？现在还言之过早吧？你的旧情人怀了你的骨肉啊！你胡说！狄仁杰，我现在不需要你帮忙了。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帮你，我只是说要证明你不是杀害王昭燕的凶手，为受害者雪冤。要不是你的旧情人怀了你的骨肉，你怎么能狠心杀死他呢？没有杀人，你拿出证据来。这证据就在……停！严大人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杀人。你一路扶持我到现在，我才有今天。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不仁不义之事呢？严大人，这可是一尸两命啊！证据呢？这证据就在裘一帆的剑上。墨雨，
你的剑上为什么会有未干的血？你教我如何是好？我肚子里怀的是咱俩的骨肉，我不能失去他，我也不能失去你。一帆，咱俩干脆离开长安，去什么地方都好，我这一生都跟定你了。可是，如果我现在就离开的话，我……好，你不走，我就到喜堂去，死在他们面前。邱一帆，你的确不是杀害王昭燕的凶手，只因为你50之后，正在杀害你的旧情人，以及他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，埋尸天威堂马厩之内。胡说，我没有杀人。那你马上跟我到马厩去，我敢肯定你的旧情人尸体还在。不用了，抬进来。刚才蒋大人派我们去马厩查看，果然发现这具女尸，死亡不到1个时辰，尸体尚有余温，且有身孕。瞒不过狄仁杰的事情，又怎能骗得了蒋浩辰呢？没想到初见蒋少卿，就在你面前献丑了。闻名不如见面，狄仁杰果然机智过人。宁强，宁强，宁强，妹妹啊，妹妹，妹妹，你死得好惨呐！邱一帆，我和你是结拜的兄弟，你竟然做出如此猪狗不如的事情，我跟你拼了！常振锋，我一定还你妹妹一个公道。来人了，来，把她带走。一帆，你不需要这么看着我。从以前你就告诉我，做人要光明磊落。如果我不杀了这个女人，我怎么继续光明磊落？你带走。且慢！哎呀，堂堂长乐帮帮主，怎么哭得跟个孩子似的？你是江湖中人，要给妹妹报仇，就要依照江湖的规矩。什么江湖规矩啊？跟裘一帆一战定生死，让他血债血偿。常振锋与裘一帆的武功相差太大了，你这不是让他送死吗？要报仇，不就要做好死的准备吗？这不就是江湖吗？蒋少卿，可否破例一次，让他们江湖的事情，江湖了？严大人，你意下如何？蒋少卿，裘一帆已经杀人犯案，公事公办，本官不便多言。好，我也想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本少卿就破例一次，只要你裘一帆能杀了常振锋，我就答应将你无罪释放。多谢蒋少卿。
莫雨，邱一帆，你可愿意接受常振锋的挑战？江少卿，是不是我杀了常振锋，官府也不会追究？当然，一切依江湖规矩行事。没想到我身在江湖，杀了人，还能逍遥法外。狄仁杰，谢谢你送的这份大礼。送佛送到西天去。好，现在就让我给你们俩作证，我数3声以后，你们就拔剑开战吧。1、2、3。我早说过，我是为受害者洗冤的。严大人，对不起。不，你做的对，只是我有负一帆家人的嘱托。狄仁杰，做得好。狄仁杰，你站住！我决定了，把长乐帮送给你。我要你长乐帮干嘛？我会公告江湖，从今天起，狄仁杰就是长乐帮的帮主。常振锋参见帮主。我是受朝廷俸禄的，怎么能当什么帮主呢？从现在开始，振锋的命就是帮主的。
还有我常振峰送东西不要的，你给我站住！小姐，我们也走吧。看来狄仁杰并不想见你。会见的。狄仁杰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就会自寻烦恼。严大人，严大人，浩辰可在外等候？啊，不必了。唉，一帆的事情虽然难以接受，可他是罪有应得。我把蒋少卿请过来，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。你觉得狄仁杰这个人如何？严大人，你可听说过义帛术？义帛术？从未听过，是一种高深的武功吗？不，义帛术没有一招半式，只是思想法门的口诀，却能套用于武功、谋略、战阵之上。修行大成者如同棋艺高手，能洞悉敌人接下来的每一步，并计算出对应方式。于是可以预先设下陷阱，让敌人跌入自己设计的陷阱死局而不自知。从狄仁杰怀疑裘一帆开始，裘一帆就已经跌入狄仁杰的精准设计之中，一步不差。你是说，狄仁杰懂得义帛术？可是，当时他曾经做出错误的判断，比如说，他认为裘一帆的鞋底并没有那鞭炮碎屑。是，这正是义帛术的恐怖之处。这个错误也在计算之内。狄仁杰故意做出错误的判断，让裘一帆对他更加依赖，那狄仁杰便可以把裘一帆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你是说，狄仁杰从肯定裘一帆是凶手那一刻开始，便已经计算出他会死在自己的剑下？从那一刻开始，狄仁杰就决定要杀死裘一帆。或许常振峰出现只是个意外，但狄仁杰即兴地改变计划，让常振峰可以亲自为妹妹报仇，不止大快人心，也让这个案件有了完美的结果。这么说，狄仁杰确实是懂得义帛术了。不确定，义帛术是传说中的神技，练成的人不多，听过的人也不多，是否存在都不知道。但就算是义帛术，也未必牢不可破。江少卿，是否有意和那狄仁杰较量一番？我怎么就离开一会儿，我妹妹就成这样了？终于摆脱常振峰的纠缠了。这甩掉常振峰，比对付裘一帆还费劲。王大哥，这事情还没查明白，你怎么就放火烧尸呢？慕容清说，蛊毒除了用火烧之外，根本无法去除，会继续疑惑，所以我不得已而为之。仁杰，现在大家都在猜测，说是因为昭燕不满我逼着她和裘一帆成亲，才会服毒自尽。但是因为实在太讨厌裘一帆，所以才会嫁祸于他，想把他拉入地府，却没想到被你误打误撞，为长宁乡洗雪沉冤，也算是天意。昭燕任性刚烈，这样做也是有可能的。但这件事还是有太多的疑点，难道王大哥就不想查明真相吗？想，当然想。只是最近公事私事实在搅得我精疲力尽，觉得有些累了。昭燕之死确实是有很多的疑点，但是眼下朝廷更有一件大案，
让我和蒋浩辰非常苦恼，所以昭彦指示，还是等侦破了这件案件之后再做调查。王大哥和蒋少卿合称长安2大神判，文武皆决。什么样的案件可以让你们俩头疼？不知小弟可否帮忙啊？我当然希望你能够帮我，但是这个案子牵扯到皇室宗族之秘，实在是不便外泄。就为狄仁杰破例吧。王大人，节哀顺变。感谢2位大人的关心。刚才蒋大人何出此言？眼前这件大案，你我联手都没理出个头绪，实在枉为大理寺少卿。因此，严大人提出建议，说让狄判佐加入调查。凭着他过人的智慧，说不定会有突破，也不一定。不知道王大人意下如何？既然蒋大人如此说，好。这个案子就是从这具尸体开始的，所以我们把它封存在这个冰窖里。不可能，天下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死法。他的死因是什么？这个人是自己掐着自己的脖子，导致气息中断，气绝而亡。自己掐死自己，有可能吗？绝对不可能，人不可能自己掐死自己。自己掐着自己的脖子，气未绝，人已昏，双手自然会松开，气息也会恢复正常，所以人不可能掐死自己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自己试试。是有些难受，但是种种迹象表明，这人的确是自己掐死自己。他究竟是谁？他是御医方太极，皇后派他来给武媚娘检验身体。据当时在场的证人说，他是死于武媚娘的验圣之术。什么是验圣之术啊？验圣之术，即是巫术。3位大人，如果要让人杰相信巫术可以杀人的话，那等同于让人杰相信人可以自己掐死自己一样荒谬。我倒觉得武媚娘不简单，说她会验圣之术，我也不觉得奇怪。蒋少卿，我倒觉得武媚娘只是一个普通的弱女子，不简单的不是她，而是人的命运。自从她进入后宫，她的人生其实早就交出去了。这武媚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此女14岁被召入宫中，甚得先皇的宠爱，封为武才人。只是有一次，命相大师李淳风为大唐推算国运的时候，对先皇说了一句话：“唐3代后，女主武王。”唐3代后，女主武王。当今圣上正是大唐的第3代皇帝。难道李淳风的意思是，下一个接任者是个女人？不单是女人，而且她还姓武。在先皇的身边，符合这个条件的，便只有武媚娘一个人。所以，她的命运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公公，你可知皇上什么时候召我侍寝？公公，能否把这个交给皇上？武才人，你就死了这份心吧，皇上啊是不会再宠幸你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武才人今日起贬为宫女，钦此。
从此，武媚娘在宫中虚度了整整10年光阴。直到碰到当今圣上，当时的皇太子。皇上曾对我说，那是他第一次自由与一个女子恋爱，但命运没有就此眷顾这个女子。太宗病逝，武媚娘的命运再次臣服，而且更是渺茫。她因曾受先帝宠幸，而与其他嫔妃一起被送到感业寺削发为尼，直至老死。水中你的影子，散不开的心事。看今天的精彩咫尺，你却让我相思。爱是纠缠的故事，前生早已开始。历寂寞了，岁月飞逝，我也勇敢地坚持。从相遇直跟到死，哪怕再多风雨侵蚀，依然紧扣着实质。爱是纠缠的故事，前生早已开始。历寂寞了，岁月飞逝，我也勇敢地坚持。紧扣着实质。
没想到，命运又再一次的把这个弱女子推向了风口浪尖之上。1年前，皇后因为自己未有所出，为了讨好皇上，便提议让这武媚娘重回后宫。也正因如此，她才卷入了这场命案之中。想想，此女子也真是可怜啊。武媚娘能够得到2代天子的宠幸，你说她可怜？我倒觉得她不简单。这感业寺是宫中妃嫔落发苦修，度过余生之处。为保他们安全，故一直谢绝香客，并有重兵驻守，闲杂人等一律禁足。即使守军，如非必要，也是望入者斩。除非持有皇帝或皇后亲赐的令牌。7天前，御医方太极奉皇后之命，为武媚娘做入宫前的身体检查。啊！媚娘，什么事？御医死了。方御医，方御医，方御医，啊！方御医死了，死了，杀人了，杀人了，杀人了！当时只有武媚娘在旁边，若不是巫术，又如何让人自掐致死？但是杀人动机呢？御医死后，他的随从向我们透露，御医死前5天，曾来为武媚娘把过脉。当时就怀疑武媚娘怀有身孕，不守贞洁。这次来就是想证实此事，没成想在这普食殿中离奇死去。那王大哥的意思是，武媚娘怕她怀孕的事情会影响她重新回到宫中，于是将御医杀死。这也是有可能的。施主，请转告武媚娘。大理寺少卿蒋浩辰、王浩德，连同阎立本大人及汴州判佐狄仁杰求见。请几位大人稍后。御医的死讯传到宫中以后，皇后也认为是武媚娘用巫术害死了御医，便想用火烧死他。皇上得知以后大惊劝阻，终于皇后做出让步，却要皇上在10天之内找出真凶。10天之后，子夜的更鼓响起。如无结果，不管是与不是，都将是武媚娘的死期。现在距10日之期只剩3天。狄判佐，这武媚娘多年以来一直在这普食殿中为先皇和皇上祈福，你觉得这样一个女子会是用巫术杀人之徒吗？仁杰在汴州初次与严大人相见，严大人正是受皇命快马赶回长安，为的是否就是此案？正是。皇上要我和大理寺2位少卿一起调查此案，好还武媚娘一个公道。只是现在还是毫无头绪。那武媚娘对御医的死有何回应？武媚娘一直不肯接见我们，也不肯对怀孕的事情做出分辨。武媚娘说了，只见狄仁杰一人。狄判佐，看来此案你就是不想参与，也是不行了。
纠缠的故事，前生。